前来帮衬的人已排起了长龙。我依家咧啲燒豬骨、燒豬腳、豬頭就用嚟煲粥嘅。將個粥底咧煲好咗之後咧，啲骨頭擺落去，再煲個15分鐘左右啦，就 OK 噶啦。好多人慕名嚟食啊，好遠都走過嚟食啊。好難等嘅呢度，唔係時時有嘅佢，收到通知佢話今日開檔啦。哇，好食啊，根枝好味啊！有冇燒豬粥啊？有。在讲究翻台率的餐饮业，辉哥的店铺每周却只营业3个小时，而具体时间全凭辉师傅一句话：讲缘分。斩件烧肉配烧猪骨粥，耳边响起脆皮在齿间破碎的声音，口中浸润肉香醇厚的粥水，把听觉与味觉结合，专属于烧猪的赏味过程才算圆滿。哇！你咪享受啊！好有啲柴火啊煙燻嗰種煙味。燒肉配豬酒，切布嘅。佢哋比較中意食我呢啲傳統嘅口味嘛。我哋嗰啲精益求精。辉哥是深圳下村烧猪的第4代传人。2000年接棒祖业以来，每年上千条猪的烧制就在500米外的大棚里完成。这里是他施展非遗技艺的秘密工坊。我呢度有4個爐，一次過可以燒到16隻。之前咧，我爺輩咧，佢哋喺釘爐，佢只要燒到1隻豬嘅。經過我老豆改良咗之後咧，依家好似一個爐同時可以燒4隻。在地上筑大坑，用火砖砌成一个封闭的圆形烧炉，这是深圳下村传统烧猪的地炉烧法。老婆有冇增加電燈？哦，有啊，啱啱住咗3隻啊。喂，你好。可以要帶嘅係咪？好。重陽節你大概想？重陽節將至，辉嫂的電話響個不停。因為我明天訂單好多。在傳統節日、民俗祭祀的儀式上，燒豬是老廣必備的貢品。稍快，加多9隻喎。好嘅。你記得叫我送豬過嚟喎，快啲嚇。哦，我現在沒有一盒一盒的，我在周末才會有。反正平時就沒有散賣的咯。腌料分为干湿2种，干料以盐、味精、五香粉为主，而湿料是下村燒豬的核心秘密。好多人咧都唔理解我點解要咁多料，佢就會流失一部分，熱製嘅時候咧又會流失一部分，落爐嘅時間啲肉收縮，其實實際咧喺一豬入邊嘅1/3左右嘅。腌料均匀覆盖，再用木棍加以定型。大猪烧得好不好，关键在烧。炉火纯青的技艺，自然需要一口好炉。以前係用泥爐，依家咧就改用磚爐。泥爐嘅保溫密封度冇咁好。当炉温高达500摄氏度的时候，旺火被迅速扑灭。大猪入炉进行第1次烘烤。將嗰毛咧就全部彈咗去，之後咧就要執針啦。第2次執針咧就係要執密啲嘅，到時爆嘅時候就會爆出好細嘅花啦。掃完油之後咧，豬頭位同埋豬後面呢個位，就呢兩位移動啲嘅，就要貼筷子。生豬2次入爐需要更猛的火勢和溫度，此時的爐口熱浪灼人，爐溫達到700攝氏度。辉哥需要快速撲滅明火，把爐溫降到400攝氏度，讓大豬迅速下爐。最高2隻手放落去。最靚啲，最關鍵呢5分鐘，將豬嘅皮全部爆晒，所以我落爐一定要快。在密閉的爐膛內形成高溫高壓，
热力逐步向大猪内部渗透，皮下油脂被缓缓逼出，猪皮表面开始产生美拉德反应，最终形成食客梦寐以求的酥皮。燒豬皮脆唔脆，最關鍵呢5分鐘㗎啦。爆皮咧係靠一爐嘅周邊嘅個熱度嚟爆㗎，個爐溫咧有時太高，就要推出少少嚟。過咗1-2分鐘咧，爐溫降咗啦，就要推返去啦。急火爆皮，慢火焖焗，控制爐溫沒有竅門。惠師傅要寸步不離地察言觀色。縮埋啦，一落爐就咁個狀態㗎啦，好難頂㗎。48頭大豬要趕着9點前出爐，留給輝哥的時間只剩8小時。當豬皮酥化率達到100%時，要刻不容緩地封爐燜烤，鎖住原汁原味，完成最後的風味轉化。快多，快多，快多！如何享用自家的燒豬？輝哥輝嫂自有心得。多數都係燜薯仔啊、燜豬粥啊、燜鹹菜都好正啊。歷經複雜工序的燒豬，只需要簡單的料理，便是極致之味。薑啊蒜啊爆香佢，跟住將啲燒肉放落去，炒兩炒，炒出嗰啲金豬味，跟住咧嗰啲薯仔咧炸佢放落去燜一下，加少少蠔油，加啲鹽糖，咁就 OK 噶啦，乜都唔使噶啦，啊好夠味噶啦。燒湯嚟啦，湯嚟啦，豬腳蘿蔔湯啊，正啊！哇，兒子，你啊，到時候啊，老爸把所有的手藝傳給你之後，還要自己創新，精益求精，做得比上一代人更加好。這樣子啊，就天下無敵了，懂不懂？輝哥祖輩開爐創下的土法技藝，並沒有隨現代化的腳步隱退江湖。在瘋狂追求效率的時代，築於鄉野的烤爐仍然被傳承人保持古法，堅持用心的烤，慢慢的烤。哎，阿勇，你不修海啊？这2天？今天过节，他们这2天好多海南打有这2天。对，准备去。过2天我几个朋友要过来，到时候你帮我带他们去玩一下，打一下海南啊。啊，好，没问题。你到时候电话联系吧。啊，行，好，先走了。嗯，好。我今年31岁了，已经是3个孩子的爸爸。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以海为生，然后到我这辈也是以这个大海为养家糊口。万胜勇，北海涠洲岛的新生代渔民。自从6年前接过父亲的船舵后，他颠覆了祖辈靠捕鱼为主的谋生方式，重新定义自己的跑海人生。现在是旅游淡季，最近的目标都是出海打海狼鱼。每年，万胜勇都要与海狼鱼进行数10场的较量。他口中的海狼鱼又名梭鱼，由于口部扩大，拥有如狼牙一样突出的尖牙，俗称海狼鱼。它们身体细长，体型大的海狼鱼可以长到接近2米。因为蛋白质含量高，肉质鲜美又口感丰富，海狼鱼向来是高级宴席上的佳肴。宁丢车和牛，不丢梭鱼头。有经验的师傅都知道，海狼鱼的烹饪以头为香。时间进入到9月，涠洲岛恢复了假期前的平静。万胜勇启动了潜水渔猎的渔船，等待着中秋的到来。中秋开始慢慢开始抓，海狼鱼是相当于鱼类中是比较凶猛的一种鱼哦。
但是他不会主动攻击人。渔船在海上航行了1个小时，到达海狼鱼群的据点。万胜勇在下水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。穿上潜水服，拿上捕鱼枪，万胜勇深吸一口气，跳入海里。我们一般潜到18、20米这样子，就处于那个水温层那里，因为渔网一般抓不到，哪怕渔网是碰上它，也会被它挣扎挣烂，它的那个力度很大。深潜捕鱼的第一步是观察，万胜勇漂浮在海面上寻觅。发现海狼鱼群身影，即往深处潜。克服水压是水下渔猎首要条件。其实海狼在海上算是一方霸主，它的牙齿特别锋利，而且它的咬合力也非常的强。拉弓瞄准，万胜勇的铁枪刺中了鱼群中的一条海狼鱼。这一块领域，我还是比较自信的。一吸一潜，身段灵活的万胜勇像人鱼一样恣意游动。个人觉得还不错吧。辛苦得来自在吃，偶尔万胜勇也喜欢通过露两手来犒赏家人和自己。一道盐焗，一个干煎，一个红烧，再一个打汤。如何在热油猛火的作用下保持深海鱼的鲜味？不是厨师出身的万胜勇有着自己的技巧。盐焗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。是外焦内嫩的那种感觉，就特别香。先用盐，给它抹一下，然后再放点酱油，放点葱姜蒜，然后加点油倒进去，让它腌个15到20分钟，让它入味。入味之后，把它用锡纸包起来，然后就可以放进盐里面焖一下。鱼腩切块，下锅煎至两面金黄，放姜、蒜和辣椒去腥，加蚝油和水，慢火焖煮至收汁。红烧海狼鱼、盐焗海狼鱼、海狼鱼头汤，中秋节的晚宴格外丰盛。是要盐焗海狼鱼。那你拍一下鱼尾巴，大不大？大啊，是不是好大？把它锯成大，那个大大的又有尾巴的。你吃那么大口啊？好吃吗？你明天跟爸爸出海吗？你跟爸爸出海要注意安全的哦，知道吗？好。一代又一代，大海赋予了渔家人拼搏向上的精神。年轻的万胜勇打破了传统捕鱼谋生的方式，成就了自己特别的跑海人生。在合适的时间邂逅合适的食材，涠洲岛向北400公里外的山脉深处，山民们在寻觅一种山间精灵。玲姐，呢號你睇有燒燒咯喎，你邊有冇？有好多有塞丁咯噃，過幾日應該會大紅噶啦噃。翻招成幾日啊，大紅啦！攞支刀好冇？攞啊，攞啊，有冇？哦，攞啲，有攞。黄干采是象棋镇象棋村的老支书。每年的山菌开采季到来前，他总会先去了解市场行情，把预售情况分享给村里的采菌大神，
刘美紅。今年會好就成我啲福建佬梗落嚟收緊㗎啦喎。哦，那你價年點樣？估計同往年都差唔多咯，500幾咯。同年產量多話，得人知道都行緊路啦。要喎，飛又大啦喎，出緊又講我聽咯，我個仔又想宇陽山睇睇點樣做緊喎。好啊，嗱，過兩日帶過來咯。好。在很多地方，色彩鮮豔的野生菌總會讓不明就裡的人望而卻步。可這片山脈深處野生的紅錘菌，卻是村民們每年都滿懷期待的小金傘。廣西擁有中國面積最大的原始紅錘樹次生林。紅錘林土壤腐殖層和高溫高濕的氣候，孕育出珍貴的紅錘菌。紅錘菌被稱為南方靈芝，這種真菌植物的菌種僅寄生在紅錘樹根下，無法進行人工栽培。每年只有農曆5月和8月的特定時間裡，菌子才會鑽透菌殼，打開菌蓋。屌都冇啲路好滑㗎。好喎啊，慢慢嚟喎。琴日下落咗少少雨，應該有啲近意㗎啦。雨後的清晨，溫度和濕度都恰如其分，紅錘菌不期而至。劉美紅也早早動身，趕赴今年的第一場紅錘菌之約。老師，嗰啲樹枝有什麼用？我話收輪緊啊，輪緊嘅時候收用樹枝來配樹葉嘛，能夠容收啊，因為以防有蟲。今年的採摘季，村支書黃幹才帶上兒子，跟隨着劉美紅進山。黃幹才希望兒子能在本季學會尋菌、採菌的技巧。啊，呢就是紅緊啦，你睇喎。嗱，呢時候呢，啲用根翻開啲葉，睇下係咪紅色個。如果是紅色嘅話，就係紅緊啦。這個時候一定要小心，唔能夠蒸短啊，蒸短嘅話就咪就變啦。但嗰啲咁細堆個，就咪能夠變，等明朝啲，起嘅時候要小心睇住啊，唔能夠亂踩。冒頭後的紅錘菌，除了受村民的青睞，還會成為螞蟻和小蟲的營養大餐。被蟲子光顧過的紅錘菌容顏不在，價格也會大打折扣。哇！呢原來兩年好靚喎，我早晚見過咁靚嘅菇啦。呢什麼菇嘅？紅陣嗰個話菇啊，嗰種菇啊，起來又脆又甜。咁佢會裂開呢？雨水少，乾旱裂啊！曬乾之後基本話變形嘅，好值錢㗎。紅錘菌還有一個特別之處，就是離開泥土後生長仍在繼續，所以劉美紅和小徒弟必須爭分奪秒。我得一粒咯，你真未進去啦？就更加多啦。紅錘菌採回來後，要以最快的速度送進烤爐。我哋呢一般是用乾淨嘅木抹乾淨，之後呢就用鍋啲身。用鍋話全方面都可以烘到嘅，所以個形狀就冇咁容易變。在象棋村，家家戶戶都有一個專門烘烤紅錘菌的烤爐。到了紅菌豐收季節，到處彌漫着濃郁的菌香味兒。我啲傳統嘅後緊方法呢，就係用柴火燒，上面鋪一粒沙，讓你沙包至到40度左右。低溫慢烤36個小時，才能去除紅錘菌的水分，鎖住菌體內的營養，製成精品。紅錘菌一年中只有在端午和中秋前後特定的幾天才會破土而出，其他時間難覓蹤影。靠着短短的20天時間的採摘，紅錘菌就能給象棋鎮居民帶來600多萬元的收入。新鮮嘅都基本都係遠程多，有乾嘅話全國都有。主要食嘅都係福建嗰邊銷量大。紅錘菌富含多種氨基酸，健胃補血。每年金秋，家家都有紅錘菌系列的拿手菜。Kim，你幫你泡有紅緊咋？你雞有邊靚喎？
煲鸡炖鸭是象棋镇红垂郡最家常的烹煮方式。放緊排骨煲雞是我啲豆漿，更加迄個豆出來啦。首先是放排骨煲一個鐘，再放雞，又煲個鐘，最後呢就放紅緊煲8至10分鐘就可以啦。因為啲紅緊如果煲耐咗嘅話，顏色都唔好見嘅，味道都走咗啦。除了煲雞湯，用紅垂郡炒雞肉、焖魚、炒肉片，都是象棋鎮居民的家常美食。食飯咯喎！哎，紅緊湯上啊，紅緊湯啊，快啲裝湯。祖傳的真菌採摘，既是美味，也是希望。來自大山深處的恩賜，滋養着象棋鎮的一代又一代人。山海之間，味之往來，記憶中的香味總是難以跟隨遷徙的腳步客居他鄉。想在異鄉品味家鄉的鮮，要有願意為之鍥而不捨的美味搬運工。哎，師傅啊，哎，阿田，好，這皮壓薄一點啊，對，來整齊啊。好。哎，阿全，你看這個油啊，這個油不能用太多次啊。差不多黑的就給它換掉，放新鮮的啊。這個就是雪山包，這個呢就是葡萄。盡量這些不要灑出來，是吧？均勻一點，是吧？我是2001年就過來佛山這邊發展，一開始是做貿易生意，2011年的時候就改行做餐飲，到現在也10年了。10年餐飲路，黃文斌見證自家店前人頭攒動的景象，就是從這家炒菜館開始的。黃文斌在佛山開創的這家炒菜館，從籌備到開業，足足花了3年時間。10年餐飲經驗的得失，使黃文斌養成了對食材挖掘和菜品把控一絲不苟的職業習慣。炒菜它主要是以海鮮為主，我覺得難度最大就是保持這個海鮮的新鮮度。潮汕菜熱衷新鮮原味，講究用料生猛，對食材的挑剔用苛刻2字來形容毫不為過。尤其是海鮮，人們幾乎是不遺餘力縮短食材從海邊到餐桌的時間，極盡所能保持其最本真的味道。而不時不食，更是重要法則。這種對食材的認知，10年前的黃文斌可謂是完全不懂。咩真係南無嘅去拉喂？拉啊！嗱，見呢個變證咗在，可能就拖嚟。你都係畫海鮮嘅。都零香。知就係有乜好？有多呢，落銀海。會啊會。炒菜它有一句話就叫1鮮2肥3當時，所以我每個星期都得回來2次，主要就是來看這個品質。所謂力不到不為財，要經營好一家餐飲店，除了親力親為外，更要考究經營者對食材的認知度，尤其是海鮮。始終就上好隻，上等絲，整呢更多嘅時候也妹。酒樓又針對呢個變證咧，始終推出了掛嘅特色菜，專門是做9道區嘅，有零頭區啊嘛。那有係愛潮道，伊掠起來劇性。九肚魚曾經被嫌棄又廉價的海鮮，有着一張兇殘大口，2盒密佈着細小而尖銳的牙齒，酷似傳說中的龍首，因此也叫龍頭魚。它的魚肉軟嫩，老廣給它起了個外號豆腐魚。在潮汕人的家常裡，九肚魚經常被用來做湯，去頭去肚後加入含鹽量大的魚露醃製，魚露的鹹度能擠掉龍頭魚的一些水分，同時給它入味兒。九肚魚與潮汕鹹菜同煮，成了地道的潮汕美食鹹菜九肚魚湯，與肉末和粉絲同煲，
就成为了另一道潮汕经典菜式——肉末粉丝九肚鱼。用啊，因這嚟嘅係似梅麼啊？要再用咩啊？誒，好會啊，來去梅麼？去梅麼嚇？夠啦，明嘅多隻嘅夠殼啊！清晨到達汕頭港的海產，傍晚就能出現在450公里外的佛山人的餐桌上。而為了讓他鄉人嘗到這口鮮，黃文彬和他的團隊從開業至今，從來沒有中斷過這條生鮮冷鏈。極致鮮美的背後，甘苦自知。用啊，你就見這個斷去9錢啊，一杯呢種東西嘛。你見咩？只斷去你家做幾個菜，又見幾個條山朋友老鄉，愛過來條山味道嘛。九肚魚的肉質含水量高，烹煮後綿軟易散，因此極少被用於搭配其他食材。在九肚魚的烹煮上，潮菜大廚季從勇的獨家秘訣裡對應的，正是潮汕菜中的不厭其煩，不捨其精。去除魚脊骨後，魚肉分塊切絲，加入香菜和金不換提香，下魚露和胡椒粉醃製，再用米漿紙包裹魚肉，蘸上蛋清、麵包糠，最後下鍋油炸。這就是季從勇所創的九肚魚盒子。為了讓肥美當季的九肚魚能進入更多食客的視線，季從勇開創了油炸乾身法來破圈。軟綿的魚肉披上爽脆的外衣後，與果條同炒，與生蠔薯粉同煎，下鐵板澆上泰汁酸甜醬，立馬變得脆嫩俱佳，酸甜鮮香。當年曾被嫌棄的海魚，在師傅季從勇的手裡登上了大雅之堂。吃嘅嗰隻叫斷去鴨，係叫咩斷去啊？最多呢鐵板斷去嘅就係黑椒咯，平時比較少。好㗎。我哋落山泡咗時候，得正宗嘅山頭啲嘅條菜。今日唔咗隻菜嘅，前度咗入去魚豆啊，夾多啊隻冇。係啦，就是啊，邊啊，火啊，邊加胡邊啊，就火。對於潮汕人而言，唯有美食與鄉愁不可辜負。那一碗鮮，早已深埋於他們的基因裡。黃文彬的執着與堅守，讓他鄉人品嘗到家鄉味的同時，也讓記憶中的香味兒跟隨着打拼人落地生根。